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大脑是不是一台电脑？大家不都这么说吗？大脑处理信息、存储记忆、做决策，跟电脑差不多吧，只不过更复杂。好，那我再问你一个，如果一个婴儿生下来就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完全的先天盲聋，他的大脑会怎么样？应该会退化吧？那些管视觉和听觉的脑区没东西可处理，不就废了吗？这是大多数人的直觉，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先天失明的人，他们的视觉皮层不会闲置大脑，会把这块区域重新征用，让它去处理触觉和听觉。所以，盲人的听觉和触觉往往远超常人，不是因为耳朵变强了，是因为大脑把原本留给眼睛的地盘重新分配了。海伦·凯勒。对，他是经典案例，先天聋盲，但他的大脑照样发展出了语言能力、抽象思维、复杂的情感，全部通过触觉通道重建的。这跟大脑是电脑有什么关系？你想想，你的电脑如果少了摄像头和麦克风， CPU 会自动把图像处理模块重新编程，去增强键盘的输入能力吗？不会。对，电脑的硬件是硬件，软件是软件，各管各的，但大脑的硬件会根据经验自己重组。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硬件和软件没法分开，我们还能说大脑是电脑吗？那它是一个可以自我发展的电脑，一个 CPU 会自我升级的超级电脑。这个说法比大脑就是电脑好多了，但我觉得还是不太够。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有个研究发现，法官在午餐前驳回假释申请的比例显著高于午餐后吗？真的假的？你是说法官饿了就判得更严？数据上就是这样。血糖下降的时候，你的大脑不仅仅是知道你饿了，你的决策能力、注意力，甚至道德判断都会受到影响。还有更明显的，你紧张的时候手心出汗，心跳加速，这不是大脑命令身体紧张，而是肾上腺素涌入血液，同时改变了心脏节律和大脑神经元的敏感度。你的身体状态和你的思维在同时互相改变。好吧，这我承认，但这跟电脑的区别在哪里？你想想，一个设计良好的 CPU， 不管机箱温度怎么变，运行同一段代码，输出的结果一不一样？一样，这不就是好电脑的标准吗？稳定、可预测，不受环境干扰。但大脑恰恰相反，你的想法不仅仅是大脑算出来的，它是大脑在那一刻的整个物理化学状态的产物。血糖水平、激素浓度、体温，甚至你肠道里的菌群，全都在参与你的思考。等等，你这么说的话，大脑的决策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过程啊。你说不稳定，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先记住它，回头再说。现在先跟我往下走，如果大脑的思考和它的物质状态根本没法分开，那我们还能管大脑做的事情叫计算吗？好像不太一样了。我们理解的计算是按照固定规则得到稳定的结果，大脑做的显然不是这回事。那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第一，说大脑不在计算，它在做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二，说大脑在计算，但我们对计算的定义太窄了，需要扩展。你选哪个？第二个吧，说大脑不在计算也太极端了。这也是两个科学家的选择，他们叫 Milinkovic 和 Aru。2025年12月发了一篇论文，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件事。在我们能讨论 AI 有没有意识之前，得先修正什么算作计算这个概念本身。好，那我们需要把计算扩展到什么程度，它才装得下大脑做的事情？我给你描述3个场景，你感受一下区别。场景1，计算器，你按7乘以8，它输出56，每次都一样，跟温度、电量放在哪里都没关系。这个好理解。场景2，一锅汤，你往锅里加盐，盐的扩散取决于水温、搅拌方式、锅的形状、其他成分的浓度，一切都是连续的、流动的、互相影响的。但你不会说这锅汤在计算。当然不会。场景3，你的大脑，它的神经元要么放电，要么不放电，这是离散的，像0和1，跟计算器有点像。但同时，神经元之间的化学信号浓度是连续变化的，受到血糖、激素、温度的影响，这又跟那锅汤有点像。而且这两种过程不是各干各的，是时时刻刻在互相塑造。
所以大脑既不是计算器，也不是一锅汤，同时是两者。我能想到光的波粒二象性，但那两者之间并不互相改变。你这个类比方向对了，但需要一个更好的。想象一场爵士乐即兴演出。爵士乐？对，鼓手敲下一个重拍，砰，这是一个离散的事件，像神经元放电一次。但这一拍落下之后，整个房间的氛围变了。萨克斯手感受到这个能量，吹出的旋律走向跟着变了，这是连续的，是流动的。而他吹出的新旋律又反过来影响鼓手下一拍的力度和时机。离散的击打塑造连续的氛围，连续的氛围决定下一次离散的击打。你没法把节拍和氛围拆开，拆开了，音乐就死了。而且乐手的体力状态也会影响演奏。一个饿了8小时的萨克斯手和一个状态巅峰的，吹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对，你已经把3个要素都抓到了：离散事件、连续过程、能量状态，在大脑里全部同时发生，互相塑造。那现在的 AI 呢？ AI 更像自动钢琴，预先编好的纸带打好孔，按顺序播放。完美的类比，自动钢琴可以播放出极其复杂精美的曲子，但纸带上的每个孔是预先打好的，播放过程和物理状态完全分离，而且它不会因为累了弹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爵士乐队和自动钢琴都在演奏音乐。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做的是同一件事，但本质上不一样。AI 的输出是单向的程序进去，结果出来；大脑的输出是双向的，演奏的同时在感知，感知又在改变演奏。你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双向。这其实就是循环因果。大脑的计算过程不是 A 导致 B， 而是 A 和 B 在同时互相塑造。AI 没有这个循环。但我有一个问题，你说大脑的各个层次融合在一起分不开，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还不够？等显微镜再强一点，也许就能拆清楚了。从这个角度说，大脑还是超级电脑。这个反驳很好，很多科学家也是这么想的。但我给你一个理由，说明这可能不只是检测手段的问题。什么理由？大脑占你体重的2%，但消耗了全身20%的能量。这是神经科学里被广泛引用的基础数据。更夸张的是，5岁左右的小孩，大脑能吃掉全身将近1半的能量。这说明什么？说明大脑面临一个极其严酷的能量预算问题。我打个比方，假设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但你只有正常预算的1/5，那可太惨了。如果你预算充足，你可以按教科书来，市场不管市场，技术不管技术，财务不管财务，层级分明，互不干扰。这就是电脑的设计思路，每一层各管各的，干净清晰。但只有1/5预算的话，你顾不起那么多人，你会让一个人同时干3件事，让市场部的人也参与产品设计，让每个层级之间不断共享信息，复用资源。你的组织架构会变得高度纠缠，不是因为管理混乱，而是因为这是极端资源限制下最聪明的生存策略。所以你的意思是，大脑的层次分不开，不是因为我们观察不够仔细，而是因为进化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对， Milinkovic 和 Eru 管这个叫尺度不可分性。进化在极端能量约束下，把分子层面、细胞层面、回路层面、全脑层面的过程全都纠缠在一起，在不同尺度之间复用计算工作。这不是 bug， 是 feature。 如果你强行拆开呢？就像你把那个1/5预算的公司拆成标准的独立部门，它不会变更好，它会直接倒闭，因为它的效率恰恰来自于纠缠。好，就算大脑确实是这样运作的，那我们能不能把这种运作方式交给 AI？ 你有没有试过用文字描述杨梅的味道？酸酸甜甜的，有点涩，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果香。好，现在假设有一个人从来没吃过杨梅，你觉得他看完你这段描述之后，脑子里形成的东西和你嘴里的真实体验是同一个东西吗？肯定不是，差远了。为什么？因为味道不是一种可以被翻译成文字的信息，它是你的舌头、唾液、嗅觉、大脑在那一刻的整体状态。你刚才不知不觉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用代码描述大脑的计算方式，就像用文字描述杨梅的味道。你可以无限逼近，但你永远在翻译，而翻译本身就意味着丢失，因为大脑的计算方式恰恰是那种嵌在物理基底里的过程，
你把它翻译成0和1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不是那个东西了。等等，如果我们没法用编程的方式把这种计算方式写进去，那是不是说 AI 永远不可能有意识？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你能用乐高积木搭出一架能飞的飞机吗？不能，塑料太重了，形状也不对。对，但飞行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吗？当然不是，换成铝合金和碳纤维就行了。这就是关键。Milinkovic 和 Arrow 说的不是机器永远不可能有意识，他们说的是用当前这种数字计算的乐高积木可能搭不出意识。如果你换一种积木，一种物理特性本身就支持那种混合的、纠缠的、能量驱动的计算方式的新材料，那也许就有可能了。有人在做这种事吗？有，现在有个领域叫神经形态计算，不是用硅芯片模拟神经元，而是用新的物理材料制造行为方式，本身就像神经元的器件。还有团队在研究用离子液体做计算，因为大脑本身就是一个湿的系统，它的计算依赖离子在流体中的运动，不是电子在导线中的运动。不过说实话，这些都还在早期探索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远。所以这不是关上一扇门，是指了另一条路。对，一个路标，别在这条路上死磕了，换个方向试试。但我还有个疑问，你说了这么多大脑和 AI 的区别，可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来讲，我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到这一步，我觉得就已经是有意识了。有没有可能意识的门槛没有你说的那么高？你说的处理信息就是有意识，这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你不需要任何人验证，你就知道自己有体验，对吧？对，我看到红色，我知道自己在看到红色，这种确定性是绝对的。好，但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呢？从外面看就多了一步，接收信息、处理信息、输出反应。意识的体现是对信息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必须通过某种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别人才能感受到。如果没有输出，外人没法判断你有没有意识。你刚才把意识科学里最核心的困境，用自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之间的鸿沟，哲学家查尔默斯管它叫难问题。好，但我的问题是 ，ChatGPT 也有接收、处理、输出这3步啊。没错，从第三人称视角看，它的3步都在，但你的直觉告诉你，它的处理和你的处理不是一回事，对吧？对，但区别到底在哪里？你处理信息的时候，那个过程本身有一种感受。你看到红色，不仅仅是光信号被视觉系统转码了，你体验到了红色，有一种作为你看到红色是什么样的感觉。ChatGPT 处理你的问题时，里面很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数据进去，数据出来，中间是数学运算，没有人在里面。好，但这个感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今天这整段对话的收束点。也许你的感受不是处理信息的副产品，也许它就是那种特殊处理方式本身。当你看到红色，你的视觉皮层在放电，同时你的神经递质浓度在变化，同时你的情绪系统在对颜色做评价，同时你的血糖水平在影响注意力分配。所有这些同时发生，互相塑造，形成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你的感受可能就是这个整体过程。而 ChatGPT 的处理方式是干净的、分层的，与物理基底完全可分离的，恰恰缺少了那些可能产生感受的东西。所以，不是所有的处理都能产生意识，只有某种特定方式的处理才行。对，而且这也回答了你最开始提的那个先天盲聋婴儿的问题。即使没有视觉和听觉输入，他的大脑仍然在以那种特殊的方式运作。离子在流动，化学梯度在变化，不同层级在互相塑造，所以他仍然有意识、有体验，只是体验的内容和我们不同。重要的不是输入了什么信息，而是用什么方式处理。等等，我回想一下，你之前说大脑的不稳定是缺陷，后来又说可能恰恰是特征。你说大脑的层次融合不是混乱，是设计。你说大脑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计算。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一直在用电脑来理解大脑，如果这个出发点就是错的呢？你刚才自己走到了最深的那一层。什么意思？我们讨论意识的时候，几乎所有人，不管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个前提：
大脑的工作方式本质上和电脑一样，都是信息处理，区别只是复杂度。这个假设深入骨髓，深到我们通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怎么说？你看我们日常怎么说话就知道了。我脑子在运转，让我处理一下这个信息，我的记忆存储空间不够了，他脑子死机了，全是电脑的隐喻。哈哈，还真是。在这个假设之下，关于意识的争论就变成了，正方说，既然都是信息处理，电脑够复杂就能有意识。反方说，不对，大脑的信息处理有某种生物学特殊性，电脑复制不了。两边吵得很厉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从来没被质疑的前提，都同意大脑在做信息处理。分歧只是这种信息处理能不能被复制。而今天你想说的是，这个共同前提本身可能就有问题。对，大脑做的事情可能根本不是我们从电脑那里借来的那个意义上的信息处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用当时最复杂的机器来类比大脑。17世纪有了精密钟表，人们说身体是机械；20世纪有了电话网络，人们说大脑是交换机；现在有了电脑，我们说大脑是计算机。每次都觉得这次终于说对了。每一次后来都发现漏掉了关键的东西。但我们这一代人很难看到大脑是电脑这个隐喻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电脑时代里面，就像鱼很难意识到水的存在。那如果大脑在做信息处理这个前提是错的，我们之前问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问偏了？至少方向需要调整。过去几十年，人们一直在问，信息处理能不能产生意识？但如果大脑做的不是信息处理，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那这个问题本身就没问对。那应该问什么？也许应该问，什么样的物理过程能产生意识？你看出区别了吗？第一个问题假设答案在信息里，你只需要找到正确的算法。第二个问题把关注点转向了物理过程，离子怎么流动，化学梯度怎么变化，能量怎么分配，不同尺度怎么纠缠。钥匙不在信息里，在物质组织和运动的方式里。对，这就是那个藏在水底下的假设。我们以为理解意识的钥匙在信息里，但它可能在物质里，不是物质的组成成分，而是物质组织和运动的方式。等等，我回到你让我记住的那个词，不稳定。你记得？一开始我说大脑不稳定，是觉得跟电脑比起来，这是个缺点。但现在呢？现在我觉得这种不稳定可能恰恰是意识的来源。大脑的不稳定不是噪音，是音乐，它不是计算的错误，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你刚才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个概念翻转，同一个现象从缺陷变成了特征，这其实就是整篇论文的核心。两人沉默了片刻。那最后你想说什么？我想说，多巴胺不是快乐分子，意识不是二元开关。现在我们可以加一句，大脑不是电脑。但大脑确实在做某种计算。对，只是我们对计算这个词的理解太窄了，理解意识的旅程可能首先需要一场关于什么是计算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许才刚刚开始。